没有人仅凭仁政便可取得天下。罪人，恭请公子献头。老师怎可断言？明主只有2人。许灵的死，令兖州等地商贾富户缴纳钱粮之事不了了之。只不过驱狼得虎，关东联军屯兵河内，将所有答应支持董卓的富商抄了家。燕军得到这样一笔庞大的军资，士气大振，进逼洛阳。可惜无人能过吕布这一关，暂时陷入焦灼状态。吕布果然无人可敌吗？老师怎么看？天下大乱，正是英雄辈出之时。当今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你等8人皆有安邦定国之能。何时出山？出山之后又何去何从？就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。老师，弟子已经决定了。也罢，毕竟你姓袁。老师，弟子拜别。廖兰，你还很在意那个独眼杀手的传说吗？袁大哥，叔子，你怎会在此？他呀，每天都在说你，这次竟偷跟了来。你有伤在身，上来干嘛？有黄将军在，孙姑娘去哪里都没问题。还好这担子，以后就交给公子了。接下来该办正事了。急报！水镜先生到。水镜老师，看来主公很重视这个事儿啊。莫非另有解谜之法？是啊，不知里面还有什么乾坤。恭迎水镜老师。不知水镜先生驾驴有失远迎啊。庞纪先生，你快了老夫一步吗？略施小计而已，先生您这次可要白跑一趟了。这步带有酸味儿。先生虽忙，这鼻子倒比狗还灵啊！竟敢出言不逊，老师，他冷静为军师之本，看不见敌之猛，听不见敌之诡，心方可保持冷静。你们需要谨记啊！是。水镜先生，今日终于得见水镜先生了，鼎鼎大名的军师集团创办人。天下间许多有名的军师都出自其门下，或是受过他的指点。像先帝时的李敦、讨伐匈奴的魏信等，都是水镜老师的学生。还有我军中的新晋军师袁方，也是他的入室弟子之一呢。袁方，你也听过他的大名吗？
袁绍大人有令，为保万无一失，老夫可否借此不一看？若先生看得见，就去看呗。怒气已经消了吗？好，很好。老师，弟子去了。那就是水晶八旗中的五旗呀！据说得其一，便可得天下。各方豪雄都在等他们出山，这么抢手，难怪不便以真面目示人。仲达，都怪我，连累你卷入我们两派的斗争里。如果我能破解布帛之谜，戴罪立功，大人能否网开一面？我们都破解不了，就凭你这个二世祖，天下第一大笑话呀！哦，若是你破解不出，或是被水镜先生的弟子抢先一步，司马懿自当服罪。小子，你很有趣。我不知道你是真的有办法，还是拖延时间。无论如何，只要你能找出其他的破解之法，我便放你一条生路，否则即死当场。天哪！庞大人以官印为凭了，这下真的没有退路了。竟有人敢挑战水镜门生了。无论结果如何，这也算是胆色过人了。看见了吗？庞纪大人竟拿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和你们比，你们应该更努力呀！仲达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会是八旗的对手？就由我来代替你，别白白送命啊！仲达，不！这小子居然敢挑战水镜先生的弟子，有好戏看了。听说他是治书御史司马朗的弟弟。司马朗不是被董卓关在洛阳大牢吗？若是哥哥来，说不定还有一成机会。仲达，我知道这是你的拖延之策，就凭你我，怎会是水镜弟子的对手？希望伯父能及时通知袁绍大人，保你我平安。老师，琪琪，你想到了吗？还没有，不过好像找到一丝头绪，想出外走走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被破解了。水镜先生，真的还有其他方法吗？老七已有眉目，你们谁能快过他？左七，右八，折10转5，下章相反。有了。小六，我还没看完呢。这是折叠法。拿笔来。什么？竟有此法？这小子是谁？第一个讯息是要郭汜攻我军大寨，引我军回防。第二个讯息是李傕乘机火烧龙山粮仓，而现在的第三个讯息是趁我军回防保粮，在北林放火。真是计中有计啊！我方若只知应对其中2计，则必败无疑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我不如他。水镜八旗果然名不虚传，太厉害了！不像庞纪是另辟蹊径，而是堂堂正正以一己之力解开满营谋士。啊不，连庞纪、郭图这等名士都没看出的谜题，莫非这就是名士之上的天才境界？我还有10个答案，但是以日子推断，这个最为可信。好小子，没有你，咱们可要去送死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对啊，水镜先生是谁？这位奇人叫什么呀？能在短时间内破解此谜，你在为时之上。水镜集团从来无人可得2杰称号，今天终于有人乘龙攀凤。从今天起，凤雏就是此人。谢恩师赐名。什么？我还以为没有人可得到凤雏的名号。相传2杰分为凤雏与卧龙，2者得其一，可取天下。
可恶，凤雏这名号被老六拿了。早知道我就尽全力了。哼，马后炮。仲达，趁没人注意，我们快走。既然司马公子败了，那么就请两位接受军法处置。庞姐，你真的……慢着，谁说凤雏姐对了？现在轮到我了。此子，仲达，你还有方法？轮到你放屁了吗？对，还有8其中1人跟我放屁。司马公子，那就看谁放得下了。在下认为，真正的谜底只有一个。不知我们的想法是否一致？将军，可否借护身短剑一用？但借无妨。二奇，七奇手上拿的什么？是一节原木，长几许，粗几何？长约4尺，粗约1拳。七奇可是正在切削此木？正是。莫非当真？果然如此吗？布上的文字只是烟幕，实则真相就在布边的黑点上。那不是布帛的无尽。果然一致。我来算，你来消，如何？相辅相成，如此甚好。12减10，12减9，11减9。术之法出于圆方，圆出于方，方出于矩。11减8，11减7。母相成为法，实如法而已。10减7，9减7，9减5，以少减多，更相减损。7减4，7减5，6减5。求其等也，以等数约之。1赢1不足，1赢1是足，1不足1是足。从约分数到和分数、减分数、乘分数、经分数、克分数、平分数，再到方程数的直出法。此2人的算学功力深不可测。还有5减2，你认为呢？完全同意。这世上竟有人跟我想法完全一致。司马公子，消好了。再低一点。这2人不会是故弄玄虚吧？啊！竟然有字！这2个小子竟能想到如此匪夷所思的算法，想不到依此算法，布边的黑点竟然能合成字句。下一句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太厉害了！仲达还有7奇都太厉害了。看看庞纪，无话可说，连解出第2谜题的6奇凤雏也无话可说。能够震撼到像庞纪和凤雏这样的天才，难道仲达和7奇已经到达了那个境界？庞大人，你知道这句子的意思吗？想不到董卓手下除了许灵之外，还有这样厉害的人能使出此计。这城下一句，就是要郭汜将旗下臣民搬往洛阳，在一起前往长安。无论以4为2，决引军攻少军龙山梁营，还是初6攻东军为右，北陵放火，都是思想陷阱。
关东军师越是钻研，就中计越深，会被引到远离洛阳的地方。到他们醒觉中计之时，西凉军早就搬空洛阳，远走长安。能使出此计之人，谋算不在许陵之下。若关东联军知悉董卓班城已逝，那些见利忘义的军阀必趁机攻打洛阳，争抢这块肥肉。那时候，阿火他们要营救大哥，就更为艰难。何况，现在告知他们真相，都没有人会信我。老师，城下一句只有一个意思。又是你以前说的那样吗？没错，董卓将要放弃洛阳。什么？他也知道？洛阳乃是天下第一大城，又是天子居所，权力集中地，董卓怎会轻易放弃？郭汜善用陷阱计谋守城，董卓命其城下一句，想来正是要加强洛阳城防范。由此可知，董贼要坚守洛阳。水镜先生怎么看？先生，还请不吝赐教。老朽受袁绍将军所托，来此探明藏在这西凉经书布帛中的玄机。现如今既得出城下一句这样一个谜底，自当即刻禀明袁将军。以袁将军之英明睿智，必有应对之策。诸位以为呢？先生所言极是，但是，老师够了。兵法之道，实则虚之，虚则实之。世事如棋，当今之事，实乃百年不遇之乱局。尔等身处棋盘方寸之间，虽眼见，亦未必为实。这小子才思卓绝，可惜，如果凤雏已经出世，那么司马公子要离开了吗？是。今日有幸领教了公子的算学。彼此彼此，不过还没算完。如果我没算错，如何？卧龙之名必属于你。开城门！关东乱军围攻宝阳城，我等奉吕布将军之命，带人质出南门退敌。李傕大人出外抗敌，小的拿不了主意啊，请稍等。等什么？郭汜大人城池一失，洛阳必遭围困，这责任你们大人担当得起吗？副总大人，他说的有理，咱们可不能连累李大人啊。但是快，10万火急！副统该如何是好？3、2、1。不费一兵一卒，袁公子真乃绝世无双。袁公子，李傕出城抗敌，莫非也是？将军似乎已经猜到了。第一步，以救宝阳为饵，诱出李傕；第二步，以救洛阳为饵，诱出郭汜；第三步，沿途固步迷阵；最后计算天时。昨夜无星无月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郭李两人又都是擅长先发制人的西凉骑射大将，自会上演一出好戏。有袁公子在，什么事都办得成。
运筹帷幄之间，决胜千里之外。七师弟啊，多谢你飞鸿传书稿至城下一聚，令我得以施展这样的计谋。看来争夺卧龙称号的只剩下你我了。是骑兵，这种速度是护城大将军华雄的赤骑军。护城大将军华雄在此。这就是赤骑军，这些西域的汗血马比我们中途马快1倍以上啊！怎么办？会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照样不费一兵一卒便可击退华雄，各位觉得如何？七师弟，你猜猜我的下一步是什么？当我走完这一步，卧龙这称号就是我远方的囊中物。你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开城门！关东乱军追过来了，快开城门！敌人速度很快，是骑兵。放我们的人进来，准备迎敌。将军，他们往城里去了。奇怪，为何如此？竟然往城里逃！他在干什么？莫非……操！掉头！住手！我是护城将军华雄。哈哈哈哈！你是华雄，那俺就是吕布了。混账！将军，这人是李傕帐下，跟咱们不熟，况且现在身份却无指，夜飞无众，不得出城迎敌，给我弓箭伺候！退！快退！有惊无险，幸好有袁公子在啊！袁大哥，这计太妙了。看来华雄那家伙一时半刻是追不上来了。袁公子，接下来应该如何？华雄在城外绕圈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去另一边的古门。西凉军那些傻瓜怎么会是水镜八旗的对手？一群傻瓜！袁公子，跑了一夜，我觉得马不行了。速开城！奇怪，北门的赤骑军怎会绕到古门来？快开城，放我们的人进来！为何这么多人受了箭伤？看来损失不小啊！中途马毕竟能力有限，急赶起来就不行。和华将军的赤兔良马相比，真是相形见绌。哼，你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们的赤兔马可以这么快从城外绕至古门吧？就算多跑1倍的路，也不在话下。真的想不到，速度太惊人了。不过，华将军的赤骑军似乎也损失不小啊。不用担心，足够干掉你们。我们怎么办？人家称雄河北，理当精于骑术，怎么会算不准马匹的体力？你们援兵一直没发现吗？等死吧！快跑啊！留在这等死吗？退路也断了。袁大哥，事情已到这步田地，公子还在干什么呀？可还有后继。说什么救人不需要这么多人？你们袁家的大队去哪儿了？都闭嘴！你的人已经乱了。乱是应该的，
因为他们不知道华将军一定会放我们走的。没错，留下人头就放你们走。死到临头，这小子看来已经疯了。若是不放我们走，人头落地的就是诸位了。我从北门追到南门，再由南门追至古门，整个晚上你只有逃跑的份儿。我看不出你的计策在哪里。马匹的差距确实很大，如果我们有赤兔马，此刻早已脱身了。这就是赤兔马的实力。任你诡计再多，最终还是要输在实力上。唉，还不明白吗？哼，总觉得这家伙是在拖延时间呢。对，好让他们的马恢复体力。董卓今日班城，主力已在西门往长安途中，而洛阳城作为掩护全体军民撤退的屏障，此时此刻又不得不守，至少也要拖过今日。但是主力不在城内，兵力有限，支援各城门的任务就落在拥有最强机动力的赤旗军身上。我明白了，你实际让李傕和郭汜在暗夜中相斗，是为了引我出城相助。只要我出城，关东叛军便可攻城，而你们亦可趁机逃脱。可惜你大大低估了我华雄赤旗军的速度，你完了。既如此，何不过来杀了我？不可！你是不怕死，还是活得不耐烦了？华雄，该怕的人是你，怕你娘亲！公子，袁大哥，你这疯子！华雄，你现在怕了吗？还不明白吗？我要你一直追赶的原因，马力，我的马力。北门方向，信号箭吗？有2只，难道我们的人到了？我用此计，就是要消耗赤旗军的马力。赤兔马虽强，彻夜奔波也已疲惫不堪。如果此时其他地方出事，你还赶得及过去支援吗？现在北门的守军少得可怜，不需要太多兵力便可攻下。洛阳城若有失，董卓定会将你军法处置。华雄，此时不去救北门，更待何时？我也可以先宰了你，再去救北门。别管！华雄军务在身，只杀他一人便回军北门，其他人既往不咎。你们的命都是自己的，不是袁家的。嘿嘿，你很聪明，只可惜聪明人往往不啊！小姐，要生袁公子，先过我这一关。年纪轻轻，何必为了……华雄，我们俩还没打完呢！来呀，再战！老东西！弟兄们，别被个女人给比下去啊！又是北门，北门告急！赤旗军的弟兄们，你们的命都是自己的，不是华雄的。洛阳若失守，关东大军入城，你们中有几个能活下去？混蛋！车里的人质，北门的援军，我这一计双管齐下，看你如何应对。华雄，你是要继续在这里跟我们斗，还是抓住一线生机回去守城，好在董卓面前保住你这颗护城大将军的人头？北门已被我军攻破，董卓大军节节败退。华雄果然来不及回防，袁大哥这一石二鸟之计太厉害了。
大事将成，二位为何面有难色？据探子所报，联军在平阳的主力已被引往龙山和北林，洛阳附近应该已没有其他兵力部署。不错，但是袁绍军却忽然攻克北门，事情似乎有点不对劲儿。哦，怎么不对劲儿？你显然比我们早一步得知班城之事，却只字不提，只通知你们袁家的人，反而利用我们救人的计划，来实现袁家独吞洛阳的野心。等等，这只要洛阳被攻下，皇帝又被携往长安，这座大城便名正言顺的归你们袁家所有了吧？袁大哥，你不想解释一下吗？没错，我袁家4世3公，更有皇帝诏书讨贼，若没有雄厚实力，如何可行？再者，以你们主公孙坚的野心，我又如何能不防？小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袁大哥别误会，我们忠于汉室，何来野心？自黄巾之乱以来，各位虽也奋力讨贼平乱，但是你们在未向朝廷请示的情况下，到底吞并了多少地方？每霸占一城，便立刻征兵收粮。黄巾贼已除，你们主公此举又为的是什么？你们有谁可以告诉我，这为的是什么？是野心，争夺天下的野心。这种人若不除，天下就只有更乱。怪声怪气，是谁？快给我滚下来！这人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气势，令人望而生畏。董卓，直到今天，朕才真正明白你的意思。很好，是董卓，皇上在他手上。华雄也在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北门被破，西凉军败相已露。董卓，你还不快逃！你就是水镜八奇中的袁方，哈哈哈，不错不错，难怪华雄会被你吓得屁滚尿流。不必虚张声势，华雄是因为还不知道我的计策，才会被你耍了。什么？如果我真的只是班城而已，此刻怎会还在城内？不只是班城而已。算算时间，那个人应该已被引到皇宫去了吧？那个人，难道董卓的目的竟然是？班城势在必行，但是就这样毁掉洛阳，似乎太过浪费。若是能够顺便除掉袁绍，那就很有价值了。关东叛军那些家伙各怀鬼胎，没有袁绍这个龙头，就只会狗咬狗，不足为惧。所谓城下一句，天下军师何其多，总有人能够破解城下一句之意吧。不过无论谁人破解出来，第一个得悉之人必定是袁绍，那就正合我意了。什么城下一句？董卓在说什么？他们聊得太深了，我听不懂。袁大哥这是怎么了？连袁大哥也被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世上竟有如此厉害之人！袁绍已经完了，人质没用了，全部杀光！不要再追了！公子，快想对策呀！你可是水镜八奇之一呀！方儿，爷爷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正想到袁家世代险恶的原因，一切以利益为先，凡阻碍之事必要摒除。你又想到此刻的形势，爷爷亦是一颗绊脚石，
能带着我逃生的机会微乎其微。可笑啊！在此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，你竟仍拿不定主意。你叔叔此刻正身处险地，若是他死了，你就会变得一无所有。天下最强的军师，绝不能优柔寡断，无论什么理由都不行。你背后的一切都已成为过去，不要害怕身边人的牺牲，你可以吗？很好，爷爷很喜欢你的领军。袁大哥，叔子，我有一事相求。袁大哥，就是这样吗？对，继续向前，向前！拦下他们！可是前方是河道，我总不能让马车。叔子，你真的喜欢我吗？别怪我！好，叔子，既然你喜欢我，就要为我牺牲一切。让我坦白告诉你，我元芳并不喜欢政治婚姻。这小子身为军师，竟然如此善于骑术。小姐！不要啊！小相思必为乱箭所杀。那年的山茶长得很好，他喜欢插花。为了他，我家的花园种满了山茶。只是，芳儿和孔家小茶姑娘的婚约一旦取消的话，为了袁家的利益，由不得他不同意。现在江东之虎孙坚已占据了江南一带。芳儿性格固执，又能言善辩，要说服他也不太可能啊。此时不拉拢孙家，难道让其他家族捷足先登吗？都住口！给我住口！本初，你怎么看？少以为孔家能够为袁家带来的利益有限。你的意思是，要做的终归要做，而且要做的彻底，以免夜长梦多。这是为了袁家的利益。对，为了袁家的利益。人们总说茶花耐寒去长寿，为何只有我的话经不起风雨？不可能！我绝不相信小茶是病死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明白的，为了袁家的利益，逼我和江东孙坚之女成亲，为了让我死心，终派人杀死小茶。你既知是为了袁家的利益，你有那么多儿子，他们不更能代表袁家的利益？为什么不让他们去接亲？为何偏偏是我？为何要牺牲我？回答我！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？我父亲，你今年只有20岁，你从来没有怀疑过吗？我袁绍一生呼风唤雨，想要的都能得到，可惜却生了几个不争气的儿子。所幸20年前，
一位杰出的女子，终于为我生下了一个天资聪颖的儿子。住口！可惜，因为礼节的缘故，我无法给他一个名分。不过，我始终认为，这个孩子才是我最适合的继承人。我叫你住口！为了让这个儿子可以继承我的事业，我会不惜一切让他得到最好的东西。他会得到最好的生活，得到水镜先生最好的教育。将来，他也会得到一个最有利的婚姻，壮大名声。届时，他才能够有足够的实力和背景，去和我那些不争气的儿子竞争。你要怎样骂我都可以，但你绝不可以曲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心意。痛恨我吧，愤怒能催生强大的野心，这样才能令你不惜一切来夺走我的东西。没有吞并天下的野心，袁家就会被中原洪流所灭。我当然明白，但是不是你的一颗棋子。元芳啊，有我自己的路。别让他去救袁绍！为了得到你的一切，实现我的野心，袁绍今日还不能死。初平元年2月，董卓乃喜天子都长安，临行焚烧洛阳宫室城廓，致使方圆200里荒芜凋敝，无复人烟。以讨贼为名，关东18路诸侯起兵伐董。诸侯终日只知饮酒作乐，不思进军。亦有勇者孤军奋进，却终落得埋尸荒土。关东诸侯已撤去大半，让老二说中了，他们的军粮就只够撑2个月。哼，只要是和粮食有关的事，老二从来就没错过。刘岱回军兖州途中，突袭乔瑁，一夜间吞并了乔瑁的领地东郡。所谓关东联盟，根本就是一场闹剧。这群州牧，当初为防董卓做大才结成联盟，当董卓撤出中原之后，便纷纷露出狐狸尾巴了。果不出所料，关东联盟已名存实亡了。冀州牧韩馥大人派粮了，想活命的都过来！想不到韩馥还有这么多军粮啊！既要退兵，多带军粮也只会成为负累，不如拿点来做善事，收买人心。名声这东西，主公向来是很喜欢的。正所谓仁者无敌嘛。快，将我们的粮车也驶过来！三公子赈济灾民，着实为主公脸上贴金。小的收买人心，尚儿做得不错。探子回报，曹操和孙坚两军已败于董卓，死伤惨重。不知审时度势，逞一时之勇，会败也是理所当然。看来属天下英雄，为主公您一人。文丑啊，在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莫要以成败论英雄。末将受教了。告诉方儿，他还年轻，做事不用那么激进。至少在收买人心这件事上，他倒不及尚儿了。看来和孙家婚事取消一事，对公子的打击不小。
都记住，这是袁绍大人分给大家的。愚蠢之极，你太迟了。荀先生，你真是个怪人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你为何会拒绝袁绍？我家主公示弱，又败于董卓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更何况你家主公的势力很快就会变得强大了。很快？别以为你是水镜门下就可以。将军，主公回来了。只剩下这些人吗？为免军心受损，命主簿将董卓军的数目夸大吧。是。荀彧恭贺曹大人败得及时。我只是想知道，为何天下强者都想得到八旗，所以，我已照先生的叮嘱，狼狈地回来了。大人这份用人不疑之勇，已令我死而无憾。那你就去死而无憾吧！小子，你居心何在？夏侯惇代主子谢过弟兄们的好意，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夏侯兄，看来你对这小子颇有兴趣啊。我只是想要看看他究竟有什么本事。又是来要饭的难民，哼，这就是他的计谋，派粮收买人心，这种事我也会做呀。哼，八旗会不会名过其实了？阿蛮，你怎看？妙才，那些军粮打发他们吧。还有。顺便给我打发那小子。好，夏侯将军，请转告百姓。哼，知道了，仁者无敌嘛。告诉百姓，军粮是为将士们准备的，一粒都不会分，叫他们回去。你说什么呢？小心给人听见。嘿。我们何以要来乞讨？自关东各位大人结盟讨董以来，我们无一日不在期待战乱早日平息，我等便可重建家园。可是，大人们却始终不发一兵一卒，终日在酸岛大营里饮酒作乐，没有人肯出兵讨伐董卓。现在甚至直接退兵了。什么粮尽退兵？明明还有这么多粮食，多到可以分给我们，这么多的粮草，这么多的兵士，明明就可以用来讨灭董卓，还天下一太平啊！说得很好，你们完全有理由愤怒。正因为这样的理由，军粮绝不会分给你们，请回吧。混蛋！这白毛小子欺人太甚！我忍不了了，老子又不是没杀过这种养尊处优的家伙。对啊，让他见识一下我们的本事。慢着，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他。曹大人可是还要再战？国贼不除，天下难安。曹大人当然要再战，所以我们的军粮只能用来讨伐董贼。不一样，这位大人不一样。我们今天看见的是大败之后仍敢回来再战董卓的英雄，为国为民，屡败屡战，这样的人才是真英雄啊！就这样不起呀！
当今天下大乱，一包米不足以收买人心，与其终有一日饿死，倒不如投靠有志之人，竭尽犬马之力讨贼除奸，为自己拼出一条活路。为曹大人大天下，还能说曹大人大天下？得势者昌，失时者亡。这小子懂得把握最有利的时机行事，更懂得掌握民众的心理。在我们山穷水尽之时，仅凭几句话便可募集到如此多的兵士。水镜八旗果真名不虚传。这样的气魄，这些人可能不是普通的民众哦。据说黄金头领张角死后，他的信众大多聚集在酸枣一带。若这些人归顺了我们，无需太多操练，便可上阵杀敌。这样一来，其他流散在冀州、兖州、青州各地的100万黄金余党也会闻风而至。到那时，我们的实力岂不更胜从前？只不过几句话，便可改写我们的命运。如果这小子是张角，天下便是他的了。幸好他是我们的张良啊！大师兄，荀彧这便告辞了。哎，你这一走，与我家主公好比高祖同食此房呀。有负大师兄美意，只是你家主公实非荀彧所求之人。也罢，若论窥见人心的本事，只怕我们几个都不如。过奖了。荀彧只不过是在找一个肯种田的庄稼人罢了。所以，你已找到自己的庄稼人了？是。以你的慧眼，岂能看不出他多半已全军覆没了？至少他有种田的心，而我也有丰收的期待。诸侯都在笼络人心，唯恐生命受损。你们几个怎么看？名声与真理，二者不可混为一谈。天行有常，名不副实者终将沦为笑谈。天地不仁，虚名再盛，也只不过是徒增负累罢了。纵观天下，肯为国讨贼的只有2人，一是孙坚，二是曹操。对，在你们面前只有2位主子。身为军师，责任重大，一句话便可决定万千将士的生死，而一旦错投了主公，更是会助纣为虐，为祸天下。荀彧慧眼识人，已踏出正确的一步。学生明白了。很好。你们3个呢？天下之大，能者众多。老师怎可断言，明主只有2人？军师有令，不得出营与敌交锋，违令者斩。接连3天闭门不战，莫非还有军粮？还是真的有援兵？虎尾关方向如何了？自日前发现疑似关东联军踪迹以来，已增派20组斥候真骑详查敌踪。关东军师乃水镜8旗之首，如此这般按兵不动，想来暗中必会有所动作。将军，魏方有诈，就由末将领一支精兵前往虎尾关镇守，如何？报！华雄已分兵前往虎尾关方向。好，传令虎尾山中的文丑将军依计行事。得令。如此一来，华雄的军力又减少了。没错，
现在只要华雄稍有差池，虎牢关内的吕布必引兵来救。到那时，埋伏在山中的文丑将军便可率领伏兵来个前后夹攻。果然妙计。报！华雄见我军拒不出战，已立下战书，欲我军上将单挑。这愚蠢的家伙终于忍不住了。袁公子，华雄的一举一动都在你的计算之内啊！现在只需接下战书，击败华雄，便可引吕布出城来救了。要击败华雄啊！两军交战，士气为胜负之本。单挑既不损兵，又可极大影响两军士气。华雄倒是明白水镜老师的道理啊！领官，传各位将军。快去传各位将军。元方贤侄，我有一个疑问。叔叔，请说。华雄虽说厉害，但你所选的出阵者竟有20人之多，是不是太小看他们了？以他们的名气，莫非是故意为之？须知高手的功底皆相去不远，胜败往往取决于战役高低。我方此战许胜不许败，20位目中无人的大将，将他们编在一组，引他们争功。激将法，这就是你的提升战役之法？不错，一旦和武将的名声扯上关系，他们定会拼尽全力，只求一胜。以大将的傲气来提升彼此的战役，再以大将单挑的胜利来提升全军的士气，妙啊！不愧是水镜奇人。这简直是闻所未闻呐！怎么了？出阵者名册之中安排在最后的，竟是3个名不见经传的马弓手。马弓手？这是对其他将军们极大的侮辱啊！还没出阵，人都要给你气死了。报！出阵的将军们来了。求战，若然不胜，愿受军法处置。诸位大人，效果出来了。我从军数十年，从未见过如此激昂的战役。就算是往坏处想，即便连败数场，士气恐怕也不会降低多少。我方此刻战意高昂，众军师有何补充？愿遵袁军师指示。诸位大人有何补充？元方贤侄，哦不，袁军师，请随心所欲。诸将，谁人跃为先锋？拿下华雄，项上人头。邓姓跃为先锋。邓将军的威名，关东谁人不知？准战，赐酒。谢大人。备马。发技有3种，一是单向而发，二是双方互发，第3种是融会贯通。吕布已被引进来了，只要山中文丑伏兵一出，吕布腹背受敌，全军必乱。到那时，我军精锐进出，前后夹攻，杀他个片甲不留。我方有水镜奇人的妙计，任凭吕布如何霸道，也难逃一败。吕布已闯进大营，袁军师为何还不下令？
援军师已亲自上山督师了。上山督师？他是何使？袁绍大人呢？速去找袁绍大人前来议事。报！袁绍大人也已回后山大营督师了。立刻向虎牢山中文丑军发讯号，合击吕布。莫急，时机还未到啊！我只想证实一件事。西凉军突破后山大营，向主营而来，我军腹背受敌。不可能，后营有袁绍重兵把守，里应万无一失。后营若失，我等必死无疑。大人，虎牢山方向没有回应，没有回应。此时此刻，西凉军正前后夹攻关前大营，我们反倒悠闲的像是在游山玩水呢。那些叔叔们万万想不到结局会如此吧？不久之后，叔父和我们已置身于战场之外。想不到我先前误中敌人浩粮之计，反倒令你想出如此妙计，不愧是八旗之首啊！只可惜，有人少了一次名扬天下的机会。温将军，你的手……我的伤早就好了，只因援军师要我继续扎伤，目的是免我出阵，保存实力。可喜的是，我军不费一兵一卒，尽收渔人之利。现在联军阵脚大乱，吕布想必已察觉到你的好意了。这就是第三种的发起，而用计的目的，当然是为了最大化本方的利益。不要退啊！别退！元芳，你的好意，吕布心领了。孟子曰：“登泰山而小天下。”身处如此绝顶之上，便觉天下是何等渺小啊！孟子说的对啊，谁夺泰山，谁得天下。放屁！孟子的话不是这个意思。山河如此壮丽，天下英雄谁能不动容？孟子的智慧从来无人敢质疑。吾却谓谁临太岳，以观天下。阿蛮，你又诗兴大发了吗？登泰山观天下，你的目标是兖州还是司州？得此二州者，可得天下。我可以吗？我保证你很快可以站在山顶，放屁不停。哼，借你吉言。不客气。曹操大人敢说敢做，只这份气度，跟那些虚名假意之辈实有天渊之别。多谢您百忙之中拨冗相见，听完在下的一席话。可惜你终究要走，不然的话，和荀彧倒是珠联璧合呀。可惜我对义兄早有承诺在先，非走不可，后会有期。我想知道下次见面时，你我是敌是友。曹大人敢说真话，在下却不敢，就此别过。老三，曹操大人乃真豪杰，这种人很快便可名扬天下。你的确没投错人，好好干吧。那你为何还要走？你的兵法是光，而我的是暗，两者本就相克。况且现在的我只是一个充满仇恨的人。我要赶路，不必相送了。
阿曼，那三七的话可信吗？董卓真的？请看天，云海之上，万里晴空，好个天哪！是个好兆头。半日前，你我尚在泰山之路，这片无边云海就像董卓只手遮天，日月无光。而此刻，云却在脚下呀。风雨将至，女婿就是半个儿子，太师未听军师之言，却错信了李儒啊！哀哉！我牛府则不同，虽然身为董太师的女婿，但终究只是一介武夫，要如何用计，全凭军师做主。为报主公之仇，贾诩定当竭尽所能。吕布自诩为光明，天行有常。光明之后就是黑暗。马腾、韩遂已发兵自西而来，为今之计就只有速战速决。趁吕布正疲于应付城中内乱，先剪去他的左膀右臂，武威营。此话虽有道理，只是军师啊，我方军力不及吕布30%，想要速战速决灭掉武威营，只怕并非易事。就是嘛，武威营乃精锐之师，正副主将王庞与潘成皆是威震关西的猛将，再加上吕布的亲信李肃助阵，更是如虎添翼。连那凉州第一刀也被李肃斩于剑下。咱们几个纵横沙场数十载，面对这样的对手，也不敢说出速战速决这种话来。诸位可是信不过贾诩？哼，年轻人经验尚浅，行事如此激进，难怪董太师只信李儒。只信李儒，下场就是如此。主公大业未成，身先死，如今尸骨未寒，诸位却只顾苟且贪安，就忘了大仇未报吗？放屁！深仇大恨到死也不会忘。咱们与吕布不共戴天。小子，别以为你顶着八旗的名头就可以。既知我是八旗，为何还敢质疑？我只要1成兵力，5日之内不败李肃，不留人头。1成兵力，天，疯了吗？晃天下之大谬啊！连下4日大雨，今夜终于可以发兵一战了。后军跟上，刘府的前寨就在坡下。刘府平素仗着自己是太师女婿，横行无忌，我早就想与之一战。武威营最善夜袭，今夜过后，你我的威名必将传遍关西。老王，不知是不是连日大雨的缘故？你看这地上，妈的，这地下早就被人扫空了。
此地既叫做落松坡，为什么一棵树都看不到？想必是都被这里的人砍伐殆尽了吧？不然长安城哪得如此繁华？那些雕梁画栋又从何而来？暗行阵法，此地正是绝佳场所。暗行阵法。孙子曰：“夫地形者，兵之助也。知此而用战者，必胜。”不知此而用战者，必败。此上将之道也。这是什么鬼神之术？吕布的手下一个都不要放过！水镜奇人，水镜奇人呐！一将无能，累死三军。此三人有勇无谋，择地失当，害得武卫营全军覆没。吕布痛心疾首，请温侯亲率全军剿灭反贼，为弟兄们报仇。贾诩，吕布来会你了。要胜过吕布，只有用天下最黑暗的兵法。果然，我的反间之计还欠最后一道要义。虎赤儿就是吕布安插在军中的剑者。傻瓜，为什么要告诉我？你不怕我？我本不打算告诉你。实不相瞒，只要能为主公报仇，哪怕……我宁愿你没有告诉我。是英雄的，说什么也不怕。是英雄，还是傻瓜？哼，怕什么？我牛府从来没有忘记岳丈大人的知遇之恩呐！罪人，恭请公子献头。军师那边情形如何？军师以疑兵之计牵制高顺，主军实则西境渡过灞水，截其粮道。好，粮道若失，吕布必亲自出阵夺回，咱们就在半途截他。李傕他们仍蒙在鼓里，整日喋喋不休，动摇军心。兵不厌诈，只怪营中有吕布安插的奸者。放心，我已安排人彻查了。你办事，我放心。对了，我儿子很喜欢你啊，对我他倒有些陌生了。少主喜欢我，将来甜头不少吧？那么灭吕布之后，你想要什么官职？中郎将吧。中郎将，太快了吧？当然是玩笑话。说真的，选择在此刻加入我军之人，恐怕……你是说其中有不少投机之人吗？是啊，因为主子是董太师的女婿，必定有人想借此上位，将来大富大贵。哼。这个身份也可以说是我的魅力之一吧。投机也好，魅力也罢，只要您这精神支柱稍有闪失，我军想必会树倒猢狲散吧。你是说？我是说，主子的命非常重要啊。当然，吕布一定早就想干掉我。他拖到现在，只为利用我引出全部有反叛之心的人吧。我想，他现在大概有名单了。吕布说：“只要你一死，他
便会封你为中郎将吧？没错。现在，请叫一声中郎将胡赤儿大人吧。娘的，你这狗！刘府军已大乱，贾诩已退兵，现在正是最佳时机。全军进出！兵过来了！中郎将胡赤，末将在，去和老熟人打个招呼。多谢文侯关照。士气完全崩溃，不是人呐！哈哈，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太公望蜀。李傕和郭汜大战皆已告破，云不知之主战而来。这个骗子，八旗中的大骗子，真不明白主子怎么会信这种人。夫人，你们都是蠢材，蠢得要命的混蛋！还我夫君！你听到了吗，混蛋！牛府，他从来没忘记要为你父亲报仇。目之所至，物我两忘，为胸怀浩然之气。牛府他并不是蠢材啊！答应我一件事，无论发生什么，请务必信任贾诩。解放了。是你回来了吗？多谢。贾诩的斥候。这样的地形，只是几个斥候，何惧之有？闭嘴！伍子曰：“以千击万，莫善于阻。”这地形正是阻地。全军听令，后队变前队，退兵3里。快！有令，后队变前队，退兵3里。您这是？牛府的死，并没有那么简单呢。距离50，上45，更火把，准备！50，上45，更火！这是剑阵。距离45，上35，更火把，准备！55，左45，更火！剑是从4个不同方向来的。到处都是剑，没法挡啊！敌军剑阵在西北，全军速速转东南。转东南！45，上35，
火，难也有啊！攻守就在这些山丘之后，让他们剑阵之间互为掩护，交叉射击，根本无法靠近。圣别徒儿，这动！无论我军移动到哪个位置，箭矢均能从四个方向一起射。左二五，热火！攻守布阵和地形完美结合，再由轻轻一阵短只有2起。布阵的是人还是鬼神？妈的，这莫非就是失传已久的暗行阵法？见阵必亡！你这又是什么执念？董卓已死，为何还留在长安？因为吕布还活着。哼，死缠不休的家伙，我都有点同情吕布了。李傕已晋升为车骑将军，郭汜被升为后将军。只是这两人心胸狭隘，并非明主。所以我将拜吕布、扶帝室、杀王允的功劳，都送给他。等此二人兵败之后，乱经邪帝杀国臣，这些功劳就会成为他们背负的大罪，遗臭万年。这些鸟飞得倦了，便可随处落脚，而你，可以吗？此刻的我，人不如鸟。老二说你已见过曹操，像曹操那般低下头，不动声息地扩张势力，才是智者所为。在荀彧的仁政辅佐之下，若干年之后，或可还天下以国泰民安。只不过，荀彧虽有才，但过于仁慈，没有人仅凭仁政便可取得天下。天下一统，方可行仁政，而在那之前，必要先出现一位杀伐果决的霸主。要世间再得享300年太平，必先将天下推至黑暗谷里，世人方能明白和平的可贵。可惜，你的主子已死。物极必反，大乱方能大治，大治亦终将大乱。天行有常，天下间再难有人明白这道。老二并不知道，我去找曹操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推荐你，老四。我何以？我的军师之道，只能造就乱世奸雄。更何况我的生命，就算污名满天下，就算生命只存最后一刻，有何惧之有？你我都一样，与荀彧的仁政背道而驰。我们选择的是下一代人的太平盛世。要知道，这一代已经没有任何希望。若你因为自己的顽疾而放弃心中的大义，若你因为自己的顽疾而惧怕燃烧心中的执念，就不配成为8旗中最强之人。是想激起我的斗志吗？老六和老七才是。老师只是说他们的前途，并非指他们的能力。你总是和老师作对，为何你自己又不去？以你的能力，8旗中的阵亡。我还没有杀吕布。
救人是我的天职，正如同救国之责，水镜八旗责无旁贷。这场大戏若是缺了八旗中的决策之王，岂非无趣？我在等你们将曹操变成大秦始皇帝的那一天。为了这一天，很多人会死。确实，这和我救人性命的原则不符。不过，你已预见到，觉醒后的世间会是何等模样。这局棋还没完。吕布依附马腾，与李傕、郭汜争夺长安，正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。此时，凉州董越的事就成了关键。想不到李儒死后，你又找到新主子了。车骑将军李傕大人希望董大人能向朝廷表明忠心。吕布显然不会坐以待毙，他会怎么做呢？如果我是他的话，现在的凉州已群情激愤，是要诛灭李傕。贾诩万万想不到，凉州的人想为董越报仇，却又群龙无首，必会请我回去主持大局，讨伐李傕。很好，这才符合我父亲的利益。一个比小小凉州更大的利益。我想吕布一定会先下手吃掉凉州。吕布若是控制了凉州，马腾便有15万凉州军做后援，必会全力进军长安。厨子，再给我2斤牛肉。来了。本为野兽，吃才是天性。父亲，吃尽天下吧，2斤不够，2头牛才够劲。真是令人胃口大开呀！下一口就是吃掉长安。战有不战，降有不降，无胆匪类。父亲还吃得下吗？战有不战，降有不降，无胆匪类。吃吧，吃到肠穿肚烂。谁可出阵？胜者连升3级。妈的，给我全降3级！给我找贾诩，快！大人，快看！他找死吗？如果是来投降的，在这里跪下就可以了。我又没败，何来投降之说？不是投降，那就是来做刺客的。将军，这碗面好吃吗？你也想尝尝？
马腾这个傻瓜，还在等着咱们从凉州发兵。李傕心胸狭隘，不能容人。另一个傻瓜应该也已失势了。没错，他所谓的黑暗兵法，此刻也已无兵可用了。真的无计可施了吗？天下间哪来那么多像牛府这样的傻瓜？偏偏给我遇见了一个。怎样，这面喜欢吗？对于你这种不懂吃面的人，倒是有些浪费了。厨子，赶紧给主公再来一碗。马腾大人已备好撤退之策了吗？是，退什么？我方势如破竹，转眼便可拿下长安。贪胜不知归，吕布的目标不是长安，而是你们的来处。你是说吕布想独占西凉？吕布是否说过凉州未稳，先攻粮草，大军后至？主公，厨子说麦粉还未送到，改吃别样可好？想诓我？老子可不是另一个牛府。你还有牛肉？我的计还没完啊！马腾的面，相信很快就会吃完了。只要断其粮草，这傻瓜便不攻自破。此地兵精粮足，要夺天下，当然是先取凉州。卓的手谕，难道司马懿那小子将手谕给了王允？而王允死后，自然就落到了贾诩手上。之后发生的一切，就连董越的人头，妈的，为什么？贾诩说吕布的刺客将至，为免吕布再逃往别处，只有这样，才有十足把握将他和手下残党都聚集到一处。诸将，董某很快便会随牛府去会主公了。董某先行一步，之后的事就拜托诸君了。你们有能力将吕布一党连根拔起吗？必杀吕布！必杀吕布！吕布，你带来的人全都完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必杀吕布！必杀吕布！必杀吕布！贾诩，吕布甘拜下风。凉州已乱，趁此时回军，便可一战而定。李傕乃无能鼠辈，不足虑也。将军得了凉州，养精蓄锐，来年莫说长安，便是天下又如何？而若执迷不悟，留在此地，只能落个粮草断绝，一败涂地。孟杰，知道怎么做了吗？明白。小子，认命吧。傻小子，这是对待恩人的态度吗？啊？他说的对，中原的面条无论多么美味，也比不上咱们西凉的来的有香味。那么，贾某助将军马到攻城。
敌兵已退，此门可为我开否？刚刚收到凉州的传书，诛灭吕布的行动已经展开，怎么我这个三军主帅却还蒙在鼓里？只因大人身边可能藏有吕布的耳目，我只好当机立断，自行其事。居心叵测之徒，留你何用？是啊，留我在，你就没有地位。主公，我已尽己所能守护长安，莫怪家训。什么狗屁的水镜奇人，今日让你变成死人！什么人？啊！什么？放箭！有闲射贾诩，射死他！先射贾诩，射死他！放箭！快放箭！贾诩为何与残兵一路？我没猜错，东西果然在王允府中。手谕就在我手上，有兴趣吗？当然。给。残兵是受吕布胁迫，才会助他杀董卓。如今王允已死，吕布就成了我们共同的敌人。有人对你颇为欣赏，希望你能善用这件礼物，好让我们都少一个敌人，顺便放个债，人情债。礼物和人情我都收下了。我对藏身在残兵背后的那个人也颇有兴趣。老四，你终于打起精神来了。为了你，连今天的药都还没喝，妖兽。你看那两个人，两个？我眼中只看到一个人。没错，他们的关系很奇怪，奇怪的就像是同一个人。